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阿瑞的故事。他是一个不平凡的记者，他的名字叫做阿瑞。他有一个神奇的眼睛，可以看到数字的真相。他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心跳、血压等等，只要是用数字表示的东西，他都能一眼看穿。这让他在访时总是能够问出最尖锐的问题，揭露出最惊人的真相。他的访方式虽然有些无理冒犯，但却也充满了幽默关怀。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跟被访者建立起友谊，让他们感到信任。他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便衣警察，他那双神奇的眼睛可以看到数字的命运，只要是用数字表示的东西都能一眼看穿。这让他在执法时总是能够做出最公正的判断，揭露出最黑暗的罪行。他的执法方式虽然有些疯狂随意，但却也充满了正义的勇气。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跟罪犯对抗，让他们感到恐惧。没错，阿瑞有2个身份，一个是记者，一个是便衣警察。他每天都要在这2个身份之间切换，处理各种不同的人事物。尽管这非常难以想象，简直不可思议，但这的确是他的生活。他的生活充满了刺激和挑战，但也充满危险及困难。其实阿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能力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理这种能力。他只知道自己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，否则他将会陷入麻烦。有一天，阿瑞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，他要去访阿巴绕光最有名的科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做 Mickey 博士。他是一个专门研究数字和人类关系的学者，他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方法，跟数字的操作有关系。他说他要在明天的记者会上公开这个方法，并邀请阿瑞作为特别嘉宾出席。阿瑞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也是一个危险的机会。他想知道 Mickey 博士的方法是否真的有效，是否跟自己的能力有关。他也想知道 Mickey 博士是否知道自己的秘密，是否有什么阴谋。他决定接受这个任务，并准备好了自己的万年笔记本和老派相机。第2天，阿瑞来到 Mickey 博士的实验室，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记者和摄影师。Mickey 博士很快就出现了，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实验服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。他走上了讲台，向大家打了招呼，然后开始了他的演讲。各位好，我是 Mickey 博士，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惊人的发现，一个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发现，我称之为数字操作法，简称为 DAM。DAM 是一种利用数字来影响人类行为和心理的方法，它可以让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变自己或别人的命运。例如，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年轻、更富有、更幸福、更健康等等，你只需要用 DAM 来修改你自己或别人身上相关的数字就可以了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想让别人变得更老、更穷、更不幸、更生病等等，你也只需要用 DAM 来修改别人或自己身上相关的数字就可以了。DAM 是一种非常强大又简单的方法，它只需要用到一个遥控器和一个大屏幕就可以实现。说完这些话，Mickey 博士指了指手里的遥控器和后面的大屏幕，大屏幕上显示出了一个空白的方框，方框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光标在闪烁，这就是 DAM 的操作界面。它可以让你随意的输入或修改任何数字，你只需要用遥控器来控制光标，在方框里面输入你想要改变的数字就可以了。当你确定好了数字后，你只需要按下确认键就可以完成操作，操作的效果会立即显示在大屏幕上。你也可以用遥控器来切换不同的视角和角度来观察效果。DAM 是一种非常直观而又非常灵活的方法，它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地改变任何事物。说完这些话， Mickey 博士笑了笑，然后说道，现在我要向大家展示一个实际的例子，让大家亲眼看看 DAM 的威力。我需要一位志愿者来帮我做实验，
有没有人愿意呢？ Mickey 博士的话引起了一阵骚动，大家都在议论和猜测，有些人表示好奇和兴趣，有些人表示怀疑和恐惧，有些人表示无所谓和冷漠。阿瑞也在思考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也是一个危险的机会。他想知道 Mickey 博士的方法是否真的有效，是否跟自己的能力有关。他也想知道 Mickey 博士是否知道自己的秘密，是否有什么阴谋。他决定冒险一试，并举起手，我愿意。Mickey 博士看到了阿瑞，微微一笑，然后说道，很好，很好，请这位先生上来吧。阿瑞走上了讲台，站在了 Mickey 博士的旁边。Mickey 博士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请他站在一个装置平台上，接着转身对着大家说，这位先生是今天的志愿者，他将会成为我们的实验对象。我们将会用 DAM 来改变他身上的一些数字，让大家看看效果如何。首先，我们要先确定他身上的一些基本数字，例如年龄、身高、体重等等。请大家注意大屏幕。Mickey 博士用遥控器按了按，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方框，方框里面有一些数字和文字，数字和文字分别代表了阿瑞身上的一些基本数字和相关的意义。这些就是这位先生身上的一些基本数字，它们都是用数字表示的东西，所以都可以用 DAM 来改变。现在我要请这位先生选择一个数字来改变，任何数字都可以。你想改变哪个数字呢？ Mickey 博士问道。阿瑞想了想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也是一个危险的机会。他想知道 Mickey 博士的方法是否真的有效，是否跟自己的能力有关。他也想知道 Mickey 博士是否知道自己的秘密，是否有什么阴谋。他决定冒险一试，并选择了一个数字。我想改变我的年龄。没问题，你想要变老还是变年轻？你想要几岁都可以，不过要注意，如果变得太老或是太年轻，都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。你可别告诉我你想变成小婴儿哦，这会让我很麻烦的。Mickey 博士说完之后，现场的人群发出阵阵笑声。我想变成18岁。他决定冒险一试，并选择了一个数字。18岁吗？这个数字不错，不过你要小心，年轻不代表一切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些现在拥有的东西，也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。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？ Mickey 博士问道，他的眼神里有些奇怪的光芒，让阿瑞感到不安。我确定，阿瑞坚定地说道，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他只想看看自己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能否找到自己的快乐和幸福。好吧，那就开始吧，请大家注意大屏幕。我现在要用 DAM 来改变这位先生的年龄。Mickey 博士说完之后，用遥控器按了按，大屏幕上的方框里面的数字开始变化，25变成了24， 24变成了23， 23变成了22，数字不断的减少，直到变成了18，完成了。现在这位先生已经变成了18岁，请大家看看效果如何。此刻的阿瑞看起来比刚才年轻了许多，他的皮肤更加光滑细致，他的眼睛更加明亮清澈，他的身材更加修长健美，他就像是一个高中生一样，充满了活力和魅力。哇，真的有效，真是太神奇了！现场的人群都发出了惊叹和欢呼，他们都被 Mickey 博士的方法所震撼和吸引，他们都想试试看自己能否也改变自己或别人身上的数字，能让自己重返青春，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。阿瑞也被自己的变化所震惊，他很高兴，他觉得自己就像是重生，重新获得了一个新的人生。他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任何限制与束缚。他觉得自己可以追求任何想追求的梦想，甚至觉得自己可以爱上任何他想爱上的人。这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幸福快乐，没有任何烦忧，因为他可以无限次回到自己最佳状态的这一刻。但是他很快就发现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也没有那么美好，因为他的变化不仅影响了自己，也影响了别人。因为他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数字，
也改变了某些的东西。它的变化不仅是冒险，也是陷阱，是棋，也是诅咒。他发现自己身上的数字不断在跳动，这种事情他从来没见过。其他靠近他的人身上的数字也在跳动，不再是稳定的状态。那些人的形象开始变得扭曲，他发现自己也变得扭曲。这实验失败了吗？不，这实验没有失败，这实验是成功的。但这是 Mickey 博士的阴谋，他故意让阿瑞成为实验对象，因为他知道阿瑞的秘密。他知道阿瑞有一个神奇的眼睛，可以看到数字的真相。他想利用阿瑞的能力来完成他的最终目标，那就是控制所有人和所有事物，让自己成为数字的主宰。Mickey 博士用 Dom 来改变阿瑞的年龄，不是为了让他变年轻，而是为了让他变成一个数字发射器。他在阿瑞身上植入了一个微型的装置，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发射出各种数字，影响周围的人和事物。这些数字都是由 Mickey 博士控制的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它们的值和意义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利用阿瑞来实现自己的计划，例如让某些人变得更老、更穷、更不幸等等，或者让某些人变得更年轻、更富有、更幸福、更健康。Mickey 博士想要创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支配的世界，一个完全由数字决定的世界。阿瑞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 Mickey 博士的棋子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数字发射器，他只觉得自己身上的数字不断在跳动，让他感到不适和恐慌。他看到周围的人和事物也都在发生怪异的变化，让他感到惊恐和无助。他想要逃离这个地方，想要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，想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年龄，但他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因为 Mickey 博士已经控制了一切。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狂妄和邪恶。阿瑞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，他对博士说：“你相信时间旅行吗？” Mickey 博士回答：“时间旅行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，我觉得它有可能存在，也有可能不存在。我觉得它存在的理由是，时间是一种相对的概念，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而是随着空间和速度的变化而变化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才发现，原来我可以改变这个数字。”阿瑞说着，便把时间拉回了5分钟前。那个时候 ，Mickey 博士正要邀请他站上装置平台。他一个转身，将 Mickey 博士给制服在地上，并对台下的记者、摄影师，还有其他所有人说：“故事到此结束。”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。你问我 ，DOM 是什么？数字操作法 （Digital Operation Method）， 它是我们创造的虚构名词，用来描述 Mickey 博士的实验，它的缩写是 DOM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